你知道世界上最豪华的监狱长什么样子吗？你见过堪比5星级酒店的牢房吗？一提到监狱，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肯定是高高的围墙以及长长的电网，还有阴暗潮湿的破旧牢房。的确，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监狱基本上都是这种样子，但在世界上也有那么一些极少数的监狱，却与我们想象中的大不相同。这些监狱里不仅装修豪华，设施齐全，并且还可以为囚犯提供一些非常特殊的待遇，一眼看上去甚至要比一些星级酒店还要豪华。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豪华的6座监狱，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这些最不像监狱的监狱。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6个，圣佩德罗监狱。这座监狱位于玻利维亚的拉巴斯，你可能很难相信，眼前的这座小镇其实就是圣佩德罗监狱的内部。这里不仅没有满是金属栅栏的铁丝网，也没有排列整齐的牢房，而囚犯们也不需要穿统一的衣服。不仅如此，在这座监狱的内部还有超市、饭馆、游乐园，甚至宾馆这些设施，而囚犯们也可以将自己的家人接到这里一起生活。负责看管这里的狱警也不会干扰他们的正常生活，更不会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听上去这里似乎很好，但实际上这里其实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监狱之一，当然也是世界上最豪华的监狱之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里没有人会给犯人分配牢房，他们必须靠自己花钱去购买牢房或者租房，如果没有钱，也可以在监狱里找份工作或者做些小生意维持生活。总之就是被关进这所监狱，犯人的一切吃住问题都要靠自己解决。据一名正在服刑的囚犯说，在这里只要你有钱，就可以生活得像国王。监狱里的牢房分为平民区与富人区，如果实力雄厚，就可以住进一些带有厨房、电视、独立卫生间以及阳台等等一些设施相对齐全的牢房，但如果没有充足的钱，就只能被挤在一些杂乱不堪的平民区。而这些所谓的平民，如果想要得到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就必须要在这里拼命的工作，赚取生活费用。另外，之所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监狱之一，是因为负责监管犯人的人并不是这里的狱警，而是一些拥有势力、脾气暴躁的囚犯。真正的监狱看守每天清晨点完名之后，就会撤回到大门之外。一到了晚上，这些平民区经常会发生打斗的事件，非常混乱。而负责看守这所监狱的狱警，通常也仅在监狱的围墙边界巡逻，一般并不会插手监狱内部发生的事情。这就会导致很多没有权势的囚犯会在这里遭到欺负，甚至出现生命危险。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座处处充满危险的监狱里，竟然还发展起了旅游业。虽然这并没有得到当地旅游部门的允许，但是暗地里他们自己在运作。总之就是在这所监狱，如果有权有势，在这里过得会非常滋润，但对于那些弱势群体来说，这里就犹如地狱般可怕。第5个，阿兰胡埃斯监狱。这座监狱位于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南部约40公里的地方，这里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拥有家庭牢房的监狱。如果在夫妻双方都被捕入狱的情况下，而此时家里正好有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时，就会被安排到这座监狱，并且囚犯可以将自己的孩子接到这里与自己一同生活。这座监狱共设有36套房间，每套房间的面积约在45平米左右。牢房内设有一个双人床和一个婴儿床，以及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包括婴幼儿所用的奶瓶、玩具，甚至保育员以及幼儿园等设施几乎一应俱全。更夸张的是，这里的监狱大门几乎全天都是打开的状态，而在这里服刑的犯人却没有想过要逃跑，并且在这里无论是看守或者囚犯都不会当着孩子的面提起监狱这个词眼，目的就是为了给囚犯们的孩子营造一种良好的气氛。他们希望这里的儿童能够与外界的儿童一样，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另一方面，也希望那些犯人可以更好地体验到正常生活的美好，从而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另外，在这里，监狱看守还会教育一些年轻的犯人如何照料小孩。身处这所监狱，除了每天需要点名3次，几乎一点都看不到监狱的迹象。也正是因此，使得在这里服刑的犯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逃跑的念头。有些个别的犯人甚至为了能够继续留在这里而刻意延长自己的刑期。第4个，索门林纳监狱。这所监狱位于一个名为芬兰堡的一个小岛上，因此这里也被称为芬兰堡监狱。芬兰堡监狱是芬兰的一座开放式监狱。所谓开放式监狱，就是一种没有围墙、没有铁窗，对犯人也没有严格限制的一种监狱。
这种监狱的内部往往与外界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且被关到这里，监狱看守还会引导犯人学习各种生活技能，目的就是为了让犯人在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不与社会脱节。而芬兰堡监狱就是这种开放式监狱，被关到这里的犯人可以在监狱里种菜、养马，甚至在河边钓鱼、烧烤，都没有人会管你。监狱里还配备了类似于宿舍的单人间、厨房、卫生间，甚至桑拿房，休息区也是有电视等等各种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如果在里面待得没意思，还可以申请从事有偿的工作。一名58岁的犯人在这里就有一份店员的工作，在上班期间，他1个小时可以赚到7欧元，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另外，这所监狱的围墙是用木头栅栏围起来的，负责看守囚犯的狱警也只有10几个人。被关在这里的犯人在白天可以自由出入去工作或者购物，但是到了晚上就需要回到这里。在这里，囚犯可以拥有自己的汽车，也可以考取技能证书。有一些刑满释放的犯人，通常为了能继续考取技能证书，仍会选择继续待在这里学习。不过，千万不要把这里当作是一个好地方，因为无论如何，这里仍是一座监狱，在这里仍然会有很多严格的制度，从而限制犯人的自由。好，第3个，莱奥本监狱。眼前的这座灯光通明的大楼，一眼看上去，你可能会认为这里是一座公寓或者一个5星级酒店，但如果细心观察，你会发现，在这座大楼的外围是围着铁丝网的。没错，它实际上也是一座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奥地利，说这里是个监狱其实并不太准确，因为这里的全称是莱奥本司法中心。除了监狱，这里还有法院以及法律学院等机构。这里的犯人被关押在带有独立卫生间的单间牢房里，每间牢房都配有落地窗、小阳台以及各种生活设施，整个看上去环境与普通的公寓几乎没什么差别。除此之外，被关押在这里的犯人可以自由穿戴自己的衣服，在公共活动区域还配有健身中心、茶水间，甚至供囚犯单独会面的会客厅。如果犯人的妻子或者对象前来探望，他们还可以享受到类似于酒店的套房。另外，这样的5星级监狱自然会掀起很多人的讨论。有人说，这么豪华的监狱可能会诱导人们犯罪，但当地负责人表示，他们最关心的是罪犯们的尊严。如果能让犯人在这里过正常的生活，那么他们出狱后就能够更容易地重新融入社会，从而改过自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总之，无论如何，莱奥本监狱的确是一个非常豪华的监狱。第2个，哈尔登监狱，这里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奢华的监狱。哈尔登监狱位于挪威，它是挪威的国家级监狱。它的内部配备有教堂、健身房、活动室、私人影院、诊所以及图书馆等等很多我们能想到的或者想不到的生活设施，这里几乎都有。在这所监狱的牢房里，配备有电视、书桌、冰箱、洗澡间以及各种生活用品。牢房外还有供犯人们使用的公共厨房。当监狱提供的饭菜不合自己的胃口时，犯人们也可以通过监狱内部的杂货店购买食材，自己做饭，改善伙食。除此之外，监狱还给犯人们提供了很多工作以及音乐课程，在服刑期间可以让犯人学习到很多社会上的生存技能，从而可以更容易地融入到社会当中去。更过分的是，这里的监狱看守有1半几乎都是女性，这些看守通常都是手无寸铁，不会携带武器。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武器会对犯人产生恐吓，从而缩短社交距离。因此，这里的看守经常会和犯人在一起玩游戏、聊天，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种家庭感，帮助犯人重新建立他们的日常生活感。然而，有些囚犯进入监狱后会整天待在牢房里不出门，这里的监狱长则认为，犯人的活动越少，则会变得越有攻击性，也就越危险。所以为了保证犯人的心理健康，这里会通过奖励的方式鼓励犯人多出门活动。每天只要出门活动，无论是健身也好，还是晒太阳也好，总之囚犯只要每天待在牢房之外，就会获得9美元的奖励。在整个哈尔登监狱共有340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教师和一些医护人员。这里的工作人员经常会与囚犯打成一片，与他们交谈，为他们提供帮助，并与他们一起分析打击他们的犯罪行为。这里的宗旨就是让囚犯刑满释放时可以有家可归，有工作可干，并保持家庭稳定。但尽管如此，监狱毕竟是监狱，再豪华的设施，它也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好，第1个，巴斯特推岛监狱。这座监狱位于挪威南部的一个2.6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一眼看上去，这里没有高高的围墙，也没有通了电的铁丝网，更看不到四处巡逻的监狱看守。那么监狱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整座小岛就是监狱，被关在这里的犯人有多达100多名。但让人意外的是，到了晚上，这里只有5名监狱看守在岛上过夜，而岛上的犯人却不会想着逃跑。这座监狱里执行了一种废物利用以及环保的政策，在冬季，囚犯们会使用废木柴供暖，监狱内的一切用电都是由太阳能
板来供应。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牢房，牢房里还配有电视、电脑、卫生间以及厨房。另外，犯人们也不需要穿统一的服装，只要在这座岛上，他们就可以随意活动。不仅如此，在这座监狱里，就连犯人们的食物也都是自给自足。这里所有的蔬菜以及粮食都出自监狱内的菜园子。这里的囚犯每天喝的都是有机的麦片粥，吃的食物也都是100%的有机食品。多出来的食物还可以自行销售给其他的监狱。为了补充蛋白质，犯人们还饲养了200只鸡、40头羊和20头母牛。只要符合监狱的规定，犯人们甚至是在河边钓鱼、游泳、晒日光浴都是可以的。如果第一眼看到这里，很多人会误以为这里是一个度假村，但实际上这里的确是一所监狱。更让人意外的是，这里的犯人虽然也有很多重刑犯，但是到了这里之后，他们反而可以改造得更好。岛上的囚犯相处的都非常和睦，并且他们也更善于做一些积极向上的事情。据报道，从这座监狱走出的犯人有着全欧洲最低的再犯率。正是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使得这所监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座生态监狱。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